深夜刷到诡异直播间，室友看完竟凭空消失，被迫观看的死亡直播，恐怖游乐园，下一个消失的就是我。我刚进入直播间，就被直播间的规则给刷屏了。第一，请文明使用弹幕。第二，谨记主播不会答应任何弹幕要求。第三，请保持你的账户余额始终处于未清零状态。第四，如出现其他冒充管理者，后果自负。温馨提示：直播结束才能退出直播间。正当我以为又是谁的恶作剧的时候，一同进去直播间的室友竟然消失不见了。大学生的周末清闲的要命，我和室友王洪生分别躺在各自的床上，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。忽然，我的视线被一个测评游乐园的直播间给吸引住，然后直播间内的规则自动跳了出来，被挂在了置顶。欢迎来到直播间，进入直播间请遵守以下规则。最后，祝大家观看直播愉快。竟然还真有人相信什么直播不结束，无法退出。就在我奇怪的时候，画面里的大摆锤项目控制台的指示灯从红色变为绿色，一个超级大摆锤正式启动。但我认为能容纳上百人的大摆锤只做了主播一个人。此时他的脸上明显惨白一片，眼角止不住地颤抖着，连模仿机器人机械的音线都带了哭腔。项目启动后，速度逐渐加快，呼啸的风声通过特殊收音话筒传到屏幕前，像是有人低吼着痛嚎。大家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送的小心心。礼物和热度也不停上涨。看到主播这么卖力，我也送了2颗小星星。提交时，系统忽然出现红色字体的警告，请确保您的余额始终大于0。虽然没当回事，但我还是下意识瞄了一眼。2颗星星才花费4点守护值，我之前趁着充值活动花1块钱充值了20点，送完2颗星也还有10几点。笑什么呢？这么一会儿一直傻乐。室友王洪生被我的笑声吸引，从床上好奇地凑探出了头。这个主播太可怜了，都怕成这样了还装机械音整活儿呢。大家都说他是倔强的打工人，哈哈哈哈！现在游乐园主播也这么卷了，分享给我看看。王洪生好奇心被勾起来，我将直播间分享给他，看着他躺回床上。你能退出直播吗？我退不出来。我转头对上他有些奇怪的视线，试着按返回键，没有反应，直接清除后台程序。直播的声音还在继续，甚至重启刷视频软件后，出现的还是处于直播间中。我竟然也无法退出直播。这个直播间怎么有点邪乎？不过无所谓了，正好主播下一个玩的项目是鬼屋，说是礼物刷到200就去，我得助力一下。说着，王洪生便刷了价值20守护值的墨镜。哎，你发现了吗？我现实里说的话会自动转化成弹幕。哎，好像是你的话飘在公屏上了。我们说话注意点吧。我把我的余额都刷给这敬业主播了。屏幕里主播恢复了模仿机器人的音线说话，连感谢礼物都像是机械发出的声音。刚刚结束的大摆锤在他的走动下被远远落在身后。当地的天气似乎很好，晴空高照，而游乐园老板像是为了配合这场直播连场都清了，整个游乐园就主播一个人对着屏幕聊天，真是下了血本。可是这个主播也不算很有名啊，起码以前我是没刷到过他，怎么值得清场？这样想着，我低哼了一声，敷衍应和王洪生的话。他有滋有味地看着弹幕，因为说话会被记录的原因，我们之间减少了交流。忽然通过主播手持自拍杆角度的切换，我看到他后面的大摆锤开始了运转，但是不同的是，那上面本该是空无一人，却好像在转动中多出了几道黑色的残影。因为手持在走路的原因，镜头晃动的厉害，大摆锤时上时下，像是因为速度过快，镜头焦点捕捉不上产生的阴影。然而我生出了一股不好的直觉。我趁大摆锤最后一次升空时迅速截屏，直播被退到后台程序里运行。我点开了刚刚截屏的图片，放大大摆锤的部分，因为距离过远有些模糊。我打开了手机的 P 图软件，软件有自动修复功能。我选中了黑影部分，一次又一次的修复后，我看清了空荡的座位上若有似无的黑影，那是人的轮廓，那里坐满了游客。这不对劲啊！我拿出手机，担心是自己疑神疑鬼看花眼，将图片和猜测发给了王洪生。老王，你快看这张图片，我怎么看那些黑影不太对劲呢？你看看。王洪生没吭声，他一般躺在床上喜欢拉上半边床帘，如果王洪生不探头出来，我是看不见他在里面做什么的。我以为他正在辨认，也没出声打扰。掐着时间看过去1、2分钟了，我又实在没耐心想催他。老王，你看出什么没有啊？就在我打下最后一句话准备发送的时候，忽然聊天页面跳出来新消息：李思琪，快救救我！
后面连续跟了好多感叹号，强调关键。我疑惑地盯着屏幕，试探性地回复了一句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救我！王洪生没有多说，只回复了求救的最后2个字，任凭我发什么都没了回应。搞什么？我有些不耐地看向斜下铺，脑子一热，翻身下床到他床前一探究竟。上铺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下床麻烦，我一步迈到他跟前，转了转门子试，里面没动静。嘿，这小子！我一把扯开床帘，里面赫然只有一部手机还亮着，床铺上隐约可以看到有躺过的痕迹，可是王洪生竟然……王洪生凭空消失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一点响动都没听见啊！别说开关门的声音，寂静的寝室里连翻身声都清晰的要命，可我刚刚一点声音都没听到。可王洪生怎么会凭空消失？主播现在已经到达鬼屋，感谢大家送的小礼物。那么等到5分钟以后，主播就要进去了。不知不觉，主播已经走到了下一个鬼屋项目的门口，而刷的守护值已经达到了之前的目标。等等，守护值，王洪生刚刚好像也刷了礼物，好像还说了一堆话，只是我当时脑子有点乱，顾着想那些奇怪的黑影没有注意。现在冷静下来仔细回想，他好像说他所有的守护值都给他了。手机忽然震动一声，微信页面又弹出一条新消息，聊天窗口骤然出现王洪生的消息，而他的手机还静静地躺在床上。我拿起他的手机，解锁后点开微信和我的聊天页面，小窗里完全没有他刚刚发给我的求救信息。在他的手机里，我和他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他问我直播间最后一条规则。直播间规则，我连忙打开直播页面翻看置顶的几条规则，里面其中有一条是保证账户余额始终未处于清零状态，否则一起清零的将不仅是账户余额，而刚刚王洪生说他的守护值全部送了出去，也就是说他的账户余额清零了。那被清零的不只是账户余额呢？难道他也被一起清零了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头皮发麻。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在寝室躺着，竟然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，没有一点点预警，甚至没有一点声响。我看着我的手机聊天页面上王洪生的求救信息，从最后一条后再没有任何的新消息。这个直播间不对劲，可我该怎么做？我完全不知道。我的视线被弹幕刷屏的几条好刺激吸引住，主播仍然在说着机械音，准备进入鬼屋。鬼屋门口被水泥砌造了各种各样的诡异造型，只有一只眼睛的巫婆，肢体扭曲的蜘蛛精，面目狰狞的哥布林。尤其经过长时间风吹日晒后，显得更加阴暗恐怖。主播带着手持镜头进入鬼屋，开始介绍鬼屋主题是宅院恐怖传说，原型是民国时期经历过大屠杀的一个宅院，后来的人们在住进去后就开始离奇死亡，接连祸害了10几个人家，鬼屋之名就此传开。当地的人们忌讳这个地方，于是封闭了这座宅子，却不知道有数不清的怨魂聚集在这里，因为没有人再敢踏入这里，于是阴气愈发浓重，逐渐成为了鬼魂的欢乐之地。玩家的身份就是新时代的探险小队，以打破迷信为目标进入鬼屋。主播刚踏入仿真的古宅，身后的门就光得被大力关上，最后一丝外界的光亮也被断绝，只能依靠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线，还有鬼屋内本身带有恐怖气息的昏黄色灯光前进，一步一步寻找出口。弹幕上纷纷被这种恐怖气息感染，连忙在评论区打下佛祖护体 XXX 保护我之类的话，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心主播会不会被吓哭，毕竟主播的机械声音听起来从一开始的故作坚强，已经到了有些颤抖的感觉。红蓝色灯光搭配怪异的音乐，在主播走到一个走廊时噌地响起，主播吓得手机一抖，镜头正好对上了走廊尽头一个白色的身影，他垂着长长的头发，颇有阑珊处蓦然回首的意思。随着他的脸转过来，赫然2个血洞就嵌在原本眼眶应该在的地方，悠悠地流下血泪。他的嘴巴像是被缝起张不开嘴，于是像野兽般嘶吼着猛扑过来。一瞬间，弹幕炸了，主播却像是愣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等着那女鬼扑上来，带着哭腔的机械音还在说着：“家人们不慌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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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”这个主播真的很奇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觉得主播并不是在模仿机器人说话博人眼球，而是被操控起来传达这些话。无论是这个主播还是这个主播的直播间，都透露出一种诡异。莫名消失的观众，被强行操控测评项目的主播，王洪生到底去哪了呢？我死死盯着屏幕，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就在那女鬼要撞到镜头的时候，忽然停住脚步，身形一歪，撞到了走廊旁边的柱子上。弹幕因为这戏剧性的一幕又开始热闹起来，而主播则是一副大难不死的样子，开始继续探索。
同时不断重复这些都是假的，早就说过了，鬼屋而已嘛。这些都是假的，早就说过了，鬼屋而已嘛。这些话，像是在安抚观众，但是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来看，更像是在安慰自己。但是也可以理解，毕竟鬼屋就是力求真实的。家人们，我们继续往前走了。喜欢主播的，记得给主播送点小心心。我却没心思再看了。当务之急是找到救出王洪生的方法。我想到规则里写，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管理员。而从进入直播之后，我就没看见过管理员。就在我翻阅在线观众列表试图找到管理员时，我注意到主播进入一个小侧门。按理说鬼屋里除了 NPC 就没有人了，但是在侧门进入到房间后，我看到镜头低下来后有一点反光，反射看到主播的身后有张模糊的人影，那是王洪生。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迅速卡在人影最清晰的角度截图，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推到相册编辑修复，一遍又一遍的清晰后，王洪生的脸出现在我的手机里。此时的他眼神惊恐地盯着主播的脖子后面，嘴巴微微凸起，像是在说着什么。我再次切换到直播间的页面，试图再找到一些关于王洪生的残影。主播已经走到了后院，每走到一个房间就会有后期制作的惊悚音效和诡异的女人尖笑。而故事随着主播走完这些屋子已经讲述完毕。后院是非常古色古香的布置，辟邪的桃树，雕梁画栋的石门，以红色为主色调的丝绸悬挂在树梢和房梁，精美的布景里增加了一丝妖异的气息。主播拿着手机环绕了一圈四周，不过是50平米的院子，换衣女搓到一半的洗衣板，小孩子踮脚摘树叶的模型，还有一口旁边放着木桶的枯井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如果能忽视音效带来的感官刺激，每走一步，灯光就会变换一下，从血红变到浅紫，再变作酱粉、森绿，最终定格在死灰色。就在灯光变化的瞬间，我再次看到主播身后有模糊的黑影，这次不是在反射中，而是切实的看到有黑影在挣扎着。以防万一，我提前开始了录屏，没有关闭，而我则关闭了声音，死盯着主播往前走时屏幕里光线变化间隙黑影的变化。那不只有一个黑影，不同的形态、面容、骨骼、动作数不胜数。主播往门口走时不小心碰到了一块石头，一瞬间灯光飞快闪烁，一黑一亮，每闪一下就会在前面某个方位多出一个身影，拄着拐的老人，没有头的青年，臂弯里抱着脑袋的女人。弹幕上开始刷屏护体，就在我视线从弹幕抬起的一瞬间，我看到灯光最后一次闪烁后多出的一个身影，穿着休闲短袖的男大学生王洪生。他七窍流血，死死盯着镜头，一动不动，却张着嘴像是在说什么。我浑身一震，灯光刷的熄灭，主播开始胡乱挥舞手臂大喊，迅速躲在一个石桌下面。灯光再次亮起时，刚刚的数十道身影竟然瞬间消失了。我迅速找到刚刚的截图，再单独对比刚刚王洪生出现的画面，他的嘴巴轻微隆起，在后院里时又缩着腮帮，他是在喊救命，他在向我求救。我的手指一抖，不经意点开了声音，直播里传出震耳欲聋的尖叫，吓得我退出图册，返回了直播间。只见镜头里灯光已经正常，主播顺利走到后院门口不远处，而就在他靠近那口枯井时，光线骤时全部熄灭，镜头一晃，原先空荡的井口转眼间出现一个身穿红裙的中年男人，他衣领处散发着幽幽的绿光，本该是五官凹陷的地方却被阴影取代，光影交界处呈现血淋淋的一长条疤痕，骇人的从耳根贯穿到脖颈。鬼屋灯光微微照在他身后，这才勉强看清他脸色青紫，脖子上那条伤疤要连着的是粗绳勒红的痕迹，深不可测，几乎磨破了皮肉，隐约露出森白的骨头，旁边是血迹斑驳的肉，臃肿的背影一动不动，他的脸却忽然转过来，冲着镜头阴恻恻的一笑，在井口上一跃而下。弹幕好像已经不害怕了，都说不够刺激，开始让主播挑战更好玩的项目。主播一边苦笑一边跟弹幕聊天，就在箭头提示出现在屏幕里时，显而易见的看到了出口。新进直播间的宝宝要认真阅读规则哦，喜欢主播的话就给咱们直播间点点赞。下一个项目是过山车，老规矩，等主播结束这个项目后，如果守护值到200就立刻出发。戴着黄色帽子标志的管理员终于出现了。就在我想要找管理员询问王洪生的事情时，忽然看到最后一行的守护值要求。如果说王洪生的消失真的和守护值清零有关，那么如果我重新用他的手机充值的话，镜头里的主播从鬼屋出来，还在卖力介绍该游乐园的项目体验，顺便回答弹幕上的问题。正犹豫着，
手机又是一阵震动，王洪生的聊天页面发来新消息，接连着几条触目惊心的感叹号。隔着屏幕，我再次感受到他的恐慌。可是光让我救他，怎么不说怎么救啊？想着，我心一横，拿起他的手机，顺利解锁，随便选择了一个数值充值。还好之前我拿他的手机买过火车票，知道他的支付密码。输入密码，提交，充值成功。我连忙环顾四周，却见整个寝室依旧没有他的影子。默数3秒后，我的手机开始剧烈震动。王洪生再次发来新消息，却断断续续打不完整。找管理员我明白，但是不，甜心是什么意思？不要找甜心，还是不是甜心？虽然不明白他具体的意思，但我下意识想要避开 ID 为甜心的管理员。王洪生的手机放在床边，忽然亮了屏。我低头一看，瞬间大惊，他的账户余额还是0。我刚刚明明充值了的。大家送礼物，我们准备体验下一个过山车项目了。2个手机同时传来主播波澜不惊的声音，开始鼓励大家送礼物，刷够数值就要开始过山车项目。透过屏幕，我看到一双静如死水的眼睛，毫无焦距地盯着镜头，没来由的，漆黑的瞳孔里渐渐倒映出血色的红点，蔓延成一条蜿蜒的蛇。随着那条蛇舞动身躯，主播的嘴角扬起一抹毫无感情的弧度，他的嘴型在动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什么。仔细看去，不难辨认出他在说：跳下去，跳下去，跳下去。手机连续强烈震动，强制我回神。我的大脑像被一团雾气覆盖，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眼睁睁看着主播露出诡异的神色，弹幕却一如往常的在和他互动。直到麻木的看清管理员艾特我发送的警告，强迫大脑理解了这句话后，我才发现那些所谓主播嘴型在重复的话，竟然变成我的 ID 不断的发送在弹幕里。也就是我刚刚在说跳下去，而镜头里的主播面色如常，热情的和弹幕上的观众聊天，好像刚刚的一切全部是我的幻觉。如果他此刻不是站在过山车的高台上的话，手机震动骤然停止，我的掌心微微发麻。我忽然想起什么，连忙上翻，看到艾特我警告的人 ID 也很简单，管理员他的 ID 旁边也有一个戴着黄色帽子的标志，他不是甜心。管理员，你是管理员吗？我顾不得其他，大声对着手机屏幕问道。很快，管理员回复了：我是。我的朋友账户清零了，重新充值也无效，而且他消失了。他违反了规则。官方给出冷漠的答案。我这时候也被这个奇怪的直播间搞得有些烦躁，语气不善地点了点屏幕。我重新给他充值了。没有回答。管理员沉默着，一点一点消磨我的耐心。就在我准备再次质问时，屏幕上发来这样一条消息。留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后，不管我在发什么说什么，管理员都没有再回应我。这时我想起甜心这个管理员，于是翻找观看直播的用户列表，想要找到他，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。就在我锁定有且仅有一个甜心用户后，我忽然发现他的这前面有个自己用输入法添加的黄色小帽子，是跟随昵称一起的。那他不就是冒充管理员？我试着加他为好友，没有回应。我在弹幕上艾特他，没有回应。我立刻想到这条规则，后果自负。甜心根本就不是什么管理员，他是冒充的，所以他刚才的弹幕是在引导我们犯错。王洪生送出了全部的守护值，是不是就与他有关呢？感谢大家的热情送礼，接下来主播就要开始等待过山车开启了，这将是我们本场直播的最后一个项目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请多多关注，多多支持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常州欢乐场体验哦。主播机械的声音传出，最后一个项目，也就是说，直播结束后可以退出。那王洪生呢？我猛然意识到，以目前为止我见到的这个直播间的怪异，王洪生很有可能就此消失了。微信聊天里触目惊心的求救信息还停留在感叹号里。作为兄弟，我想救他，可是如果把我自己也搭上了，我不敢细想下去。手机里主播已经站在高台上等待过山车驶进，工作人员举着红色小旗保持安全距离。好激动，主播不会害怕吧？就是害怕才好看啊，哈哈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说真的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到主播身后刚刚有个影子吗？有啊，一堆呢，鬼屋里带出来的鬼呗。缓和缓和，就佩服楼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弹幕热闹地讨论起来，那条疑问的弹幕很快被淹没，我却目光一震，不止我能看到，虽然主播站在阳光里，可是根据很多不经意变化的角度里都会有些模糊的黑影。我本来以为只是我疑神疑鬼看花了眼，但是如果真的有呢？如果王洪生变成其中一个呢？这个直播间可是我分享给他的，于情于理我都得把他救出来。
但是要怎么才能救他呢？难不成我也得想办法进入这个恐怖的游乐场吗？一咬牙，我把仅剩的10几个积分全部兑换成礼物刷到直播间，同时我留了个心眼，兑换前我再次充值，却在手机页面停留下来，利用手机助手设置成付款，等待时间结束后自动支付充值金额。感谢Golden用户送来的礼物，要注意账户余额哦。主播不带任何感情的对着镜头直勾勾盯着，仿佛透过镜头看穿了我的想法。屏幕里，主播看着镜头开始笑，嘴角越咧越大，超出了正常人该有的弧度，甚至唇角开始裂出血丝，弧度仍然在增加，鲜血呱呱流出，染红了整个镜头。我想要开口说话，却说不出半个字，画面太过诡异，纵然是我一个大小伙子，也不免感同身受。主播却是仍在微笑，丝毫不在意嘴角扯到变形，甚至自己伸手往外拉扯，直到两边脸颊被几乎拽下来。我想要惊叫，话音梗在喉咙里，眼睁睁看着血红铺天盖地般冲出屏幕，将我笼罩在血色下。我想要挣扎，身体却不受控制地丢掉手机，浓重的血腥味淋遍满身，恶臭味熏得我头痛欲裂，身体里像有2个人在互相拉扯，硬生生将我的灵魂分成2半，视线被血色模糊，我被淹没在血海里。气流微微震动划过空气，我依稀听到轻微的风声。很快，微凉的空气吹散残留的血腥味，我渐渐回过神来，逐渐看清了眼前的情景。游乐场，更确切地说是直播里，但不是我观看的直播。我站在旋转木马前，扒着栏杆勉强站稳。眼前的游乐园和传统意义上的游乐园完全不一样，旋转木马还在欢快地运转着，可是在每匹马的上方都绑着一根极细的钢丝，随着音乐起伏时精准地穿过每个游客的脖颈，以至于近乎透明的钢丝已经被染成了深红色。而这些所谓的游客，他们没有五官，只有勉强能被称为是嘴巴的一个黄豆大小的洞，在脸上长着。当头颅被钢丝割下时，发出痛苦的嘶吼，然而再下一圈却又恢复如初，如此往复。一曲音乐结束，这些游客纷纷走下转台。奇怪的是，他们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刻着字，有2、3个字，也有7、8甚至更多字的，有短句诗词，有毫无逻辑的，看起来像是网名 ID。他们步伐一致的麻木的离开，不知道朝什么地方走去。我顺着他们离开的方向看去，竟然发现这个游乐园里堆满了游客，所有人都一遍又一遍地体验着各种项目。直播间出现过的大摆锤，到达最高点后竟直接将人抛在高空里，腰上系着一根细细的绳子，在上下坠落过程中，他们像气球一样被扯着摔在地上又拉起，附近铺满了血淋淋的肢体和残骸，简直是人间炼狱。此时我才惊觉，不远处的鬼屋，我们在屏幕前看到的黑影，那些鬼真的只是 NPC 吗？本园终极项目过山车将在30分钟后开始，需要游玩的游客请在开车前赶到。园内广播忽然响起，就在声音消失的下1秒钟，所有项目全部停止运转，而还在地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迈着机械的步伐走向某个方向。我站在台阶上看去，过山车不是一般的过山车，寻常游乐园的过山车轨道不会特别长，基本1圈到2圈就会回到原点，可是这里的过山车轨道至少铺设了几百米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半空中设立，每隔不到10米就有一个惊险刺激的弯道，像一条巨龙盘旋在游乐园上空。光是这样看着，我的膝盖就软了一半。我的视线微微偏移，等待区有一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身影，那个主播举着手机拍摄杆，摇头摆尾的和屏幕上的人聊着天，而在他后面有条10几个人的小队伍，那些人全部低着头，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，像是提线木偶般跟在主播后面。其中一个熟悉的背影使我浑身一震，王洪生。我想冲到过山车，却被一个工作人员拉住了。先生，由于你还没有体验本游乐园其他项目，不具备体验过山车项目的资格。什么意思？不体验别的项目还不能玩过山车了？哪个项目最快？请您自行选择。工作人员说完就机械性的扭头走掉了，只剩下我自己站在原地。我开始观察周围的项目，哪个看上去最安全？旋转木马和大摆锤肯定是不行了。旁边的旋转杯项目正在运行，每个杯子上都坐了2个人，他们疯狂旋转杯子，杯子的自转速度极快，杯子所在的杯托也在大幅度的旋转着。我看到有的游客的头颅已经被甩飞了出来，甚至有一颗头甩到了我的脚下，上面的神经还在动，这颗头颅竟然还冲我做了个鬼脸。我赶紧离开了旋转杯项目，这坐上去必然不能完整的下来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值能挺多久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
过山车项目还剩30分钟就要运行了，我必须要在30分钟里完成一个项目，才能去过山车上救王洪生。突然，我看到了一个4D 沉浸式体验的项目，这个项目只需要安静地坐在椅子上，看完3分钟就可以完成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性，时间也不长。可能是因为项目不够刺激，感兴趣的游客寥寥无几，甚至都没有人排队。我赶紧冲过去，工作人员看了我一眼，就让我进去了。走进4D 沉浸厅，刚刚坐下，屏幕里就显示了提示语：唯一安全的项目。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游乐园的鬼话，我死死地盯着屏幕上播放的剧情。3分钟到了，影片结束，我立马冲向出口，却发现前面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去路。刚才影片里出现了几种鱼？第一个游客根本答不出来，只见工作人员抽出一条细线将他的脖子勒断。下一个就是我了，工作人员看着我又重复了一遍问题。刚才影片里出现了几种鱼？ 5种。工作人员一脸烦躁地让我走了出去。我看到王洪生还站在过山车排队的队伍里，我拔腿冲出人群就向他跑去。项目入口没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，只有轨道前有个女孩举着红色的旗子一动不动，像个木偶人一样站在那里等着信号。我冲到台上，拿着红色旗子的工作人员转过头疑惑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指了指过山车，我也要上去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那个工作人员听到这句话后，脸色瞬间白了下去，满眼惊恐地打量了我一圈，最后像送瘟神一样忙不迭地让我进去。就在我快步走上前时，垂着脑袋的王洪生忽然微微抬起头，与我对视了一眼，看到我的瞬间错愕地愣在了那里，却很快地反应过来，继续装作麻木地跟随其他人一样垂下脑袋。他是装的。我意识到这点后松了一口气，而走进那个主播身后，我才看到他举着的手机屏幕里完全看不到任何直播形式的窗口，而是他在镜头里机械开口说着话。那所谓之前互动的弹幕，竟然全部是他身后排着对这些人头顶冒出的话。我猛地回头，很肯定地说，他们头顶没有任何文字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在主播的手机屏幕里才能看到的。难怪之前有些弹幕主播总是忽视掉，原来不是选择性不看，而是根本没有。请尽快坐好。耳边忽然响起提示语，我转头，竟然看到主播阴森森地走到了我旁边，随即自言自语般说道：“不然掉下去是会被碾成肉泥哦，哈哈。”像是说起什么开怀的事，他笑着离开，看回了屏幕。我打了个冷战，来不及多想，工作人员收起红色旗子，过山车开到了出发地点。主播高声一呼，说着：“过山车来喽，现在就要坐上去了。”他身后那些人像是被下了命令般整齐划一的纷纷跨上座位，王洪生也在其中。车身停在起始点，里面只有20个座位，座位很高，除了腰间一根类似木桩的东西以外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。主播率先打头坐进去，手持的镜头被固定在第一排准备好的架子上，后面的人陆续整齐划一地坐进座位。这过山车真的能坐吗？我想起来之前看到的旋转木马和大摆锤，只有一根木桩作为防护措施，只怕是过山车到了最高点就会把这一车人全部甩出去，摔成肉泥。我跟在王洪生旁边，正准备叫他。奇怪的是，所有人在坐上座位的一瞬间，像是忽然醒了一样，他们的双眼从茫茫一片变得逐渐聚焦，低喊一声，眨着眼睛看清现在身在何处。王洪生，王洪生！我轻声叫着。王洪生猛然一抖，抬起头来，左右环顾，像是被惊吓到喘着粗气，视线迟缓地看向我，喃喃道：“老李，你也犯规了。”我故意犯规的，要不实在找不到进来的方法，我要是不进来，我就救不了你啊！你快跟我说说这里是怎么回事，咱俩怎么才能出去？这里他们都不是活人。什么？我瞪大眼睛想确认他是不是恶作剧，可就我之前看到的种种怪象，让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话。这样一想，不管究竟原因是什么，从进入直播间后发生的怪事就全部能解释通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恍然拉住他。那我在鬼屋看到的你，那些都是违反规则的人。主播身后的人们坐在过山车上纷纷惊醒，有些不明情况的人还在惊慌喊叫，有人默念祈祷，也有人目光呆滞不喊不叫，各种各样的动静响彻起点。主播却仍不知不觉地对着手机互动，而在这些声音里，王洪生因极度惊恐而颤抖的音线清晰地落在我的耳边。他们都死了，下一个就是我。触犯规则的人全部都会被带来这里，那些沉默着的都死了，只有活人碰到项目可以正常活动。你看他。王洪生扯着我的衣服指了指坐在主播旁边格外安静的一个女孩，
她的头发披散在肩膀，神色木讷地看着周围喧闹的一切，没有情感，漠然而冷静地旁观着。他就是甜心，冒充的管理员，后果自负。王洪生猛地拍打我的脸颊，将我的视线引到他脸上。这时我才发现，他的眼角、鼻子下面还有嘴角，还有隐隐干涸的血迹，就像鬼屋里七窍流血的样子。鬼屋里的鬼都是死在那里的魂。我莫名其妙被拉进那里，有双手捂在我的脸上，越来越紧。我觉得我要死掉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个声音在我的耳边说：“充值成功。”我用你的账号充了5块钱，我以为那样你能回来。所以在那一瞬间，我听到了你的声音，拼命向你求救。我想到真正管理员最后留下的那句话，不知不觉说了出来：保证他的生命值。你说什么？在我充值后，真正的管理员告诉我，让我保证你的生命值，也就是说，在你来到这里以后，如果账号再次充值，那就是你的生命值。充值之后，余额虽然清零了，但是你在游戏里还有生命值，不会变得跟他们一样。王洪生紧皱着眉头，努力消化我这番推断。这时，坐在主播旁边的女孩甜心怪异地转过头来，嘴角扬起暧昧的弧度，竖起食指放在唇边，轻轻说道：“嘘，车要开喽，记得系好安全带，不然的话掉下去，哈哈。”说完，视线意味深长地在我身上停顿了1秒钟，随后便缓缓转回了脑袋。我却发现，他并不是半个身体转过来，而是脖子上的头硬生生转了180度。听到了甜心的话，我连忙拉着王洪生，匆忙地扣紧那个像木桩一样的锁住，如同一般游乐园的防护措施一样，紧紧摁在身上。别管这木桩有没有用，有防护总比没有强。我可不想刚进来就被摔成肉泥。还没等我多问甜心几句，机械的声音从第1排的主播嘴里发出：“发车了，祝我旅途愉快吧。”话音刚落，起点的红灯霎时间熄灭，绿灯亮起，车身嗖的一下冲了出去。周围尖叫声交织一片，不仅是因为致命弯道的刺激，还有之前完全没有理会甜心话语的人。他们认为那根木桩没什么，车飞速开出，他们就像纸袋一样被甩出去，掉落在地上，在绝对的高度和速度之下，被活生生摔成一滩肉泥。有人麻木地看清了他们的惨状，甚至有人牢牢扣着木桩，却依旧被甩出去，挂在车身挽昏，一圈又一圈的驾驶下，被一下又一下急速地撞击在周围的树木、建筑上，最后能看清的只有染血的衣角和残肢挂在车边。我和王洪生死死抓在木桩上，迎面凉风如潮水般灌进我的衣领，将我的衣服撑成一块气球形的布，不断翻转加速的冲击产生剧烈的眩晕感，寸寸碾磨过我的理智，诱使着我松手轻轻摸一下额角，仿佛下意识地揉一揉就能好。你想死吗，李思琪？抓紧啊！耳畔风声凛冽呼啸着，王洪生嘶吼地摁住我的手指，一并抓在木桩上，我却像隔着一层薄雾，听不清他的话语。我感觉不到急速颠倒的弯道，甚至风吹在脸上也隔了一层遮挡。我看不清眼前飞速变化的景象，扣在身上的木桩像是禁锢着什么的障碍物。我下意识想要推开，他却死死地追在身前。过山车的全程格外漫长，而这仅仅走到一半，就在前面不远处是整个全程的最高点。我试着挣脱这种无力感，却抬眼看到最前面的主播在剧烈的颤抖。我的视线很模糊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试图看清是不是重影。主播不再模仿机器的机械音聊天，而是用一种京剧到极致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在喊救命。他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地慢慢推开了身上的木桩，在急速的项目下仍然稳稳地坐在座位上，完全忽视了任何重力因素。他的手臂慢慢抬起，而我的双臂竟然开始不受我自己的控制，跟随他的动作一样弹开，慢慢抬起。此时我身上的木桩仿佛自动切割成为2段，看不见旁边王洪生的踪影，像是置身一团雾霭间，只有主播一举一动操纵着我的动作。随着转弯颠倒俯瞰旋转的世界，耳边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那声音逐渐变大，有人在说跳下去，跳下去。即将到达最高点时，我跟随主播站在座位上，张开双臂。这时我看到他脖子后面似乎细细连接着几根丝线，其中一根丝线移动，他的左腿微微使力一蹬，我的左腿也跟着微微弯曲。我明明知道自己只要这么做必然会摔出过山车，但我确实控制不了我自己的动作和行为，只能一味地跟着主播动作。就在蹬下去的瞬间，耳边有个机械的声音响起：充值成功。主播猛然间回头看向我，我的思绪像是被棉花完全笼罩，
全然失去了思考能力，不足以消化这4个字。不过转瞬间，我眼前的白雾消散，从站在座位上忽然变成了坐回原来的位置。王洪生的手死命摁在我的手上，木桩摇摇欲动，他的半边身子几乎要飞出去。我的脑海几近强烈的晕眩，眼睛一眨，过山车蓄力，冲上最高点，却因惯性停留。车上仅剩我和王洪生，最前面的主播仍然站在座位上。第1排的木桩消失，就在最高点停顿的这2-3秒钟里，随着过山车再次滑行坠落，他一跃而下。我几乎是下意识拉着王洪生死死扒住木桩，脸颊传来火辣辣的痛，凉风硬生生割裂出血红色的伤口。王洪生的衣服被撕了几个不规则的口，嘴唇皲裂，他仅是凭着本能将木桩当成了救命稻草。而那主播坠落的速度甚至超过了过山车，像一片树叶般飘落，精准地摔在轨道上，来不及惊呼，高速运转的过山车便直直碾过去，快速疾驰下溅起血红色肉泥，狠狠甩在脸颊上，那温热的血液瞬间变得冰凉，我甚至能感受到类似骨头被磨碎的扎力。过山车上最后只剩下了我和王洪生。我进来之前设定的程序是有用的，在我余额清零的时候，自动充值续上了我的生命值。所以只要保持一直充值，我和王洪生就有时间找到出去的办法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那个主播刚才从过山车上坠落了，直播间会因为没有主播而关闭吗？我和王洪生又该怎么办？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吗？刚开始的时候真是吓死我了。哈哈，我可以再来10几圈。明明刚刚就剩下我和王洪生，进站之后的过山车上却坐满了人，包括一开始活的死的，还有主播。大家松了一口气般谈笑着走下来，仔细看去却能发现他们脸色青灰，有人穿着格子衬衫却用着穿牛仔衣的手臂，有人虚张声势想要摸摸鼻尖，却发现自己的右臂变成了一只左腿。我和王洪生惊魂未定地走下车，对视一眼，分别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自己灰头土脸的样子。好了，直播间的朋友，我们的最后一个项目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也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小程序进行购票。记得我们的游乐园在沧州，欢迎大家来到沧州游乐场进行体验哦。主播拿着手持镜头对着手机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。这一次我知道他不是在模仿什么机器人，而是用脖子后面的几根丝线控制着他这样说话。那么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。再说一次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购票来沧州欢乐场体验，欢迎大家下次再来。我和王洪生站在原地，看着主播拿起手机和屏幕挥手，做最后的说明，而那些人则恢复了最开始毫无生气的模样，垂着脑袋跟在他身后，慢悠悠地走远。主播的直播结束了，我和王洪生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诡异的游乐园。老李，怎么办啊？直播结束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先跟那个主播走着试试。我和王洪生慢慢跟在队伍的最后面，游乐园里逐渐被雾气笼罩，渐渐我们看不清队伍的最前方。老李，那是什么？看着有点像医院。我看到众人随着主播进入到了白色建筑，待到我和王洪生走到门口时，却怎么都推不开大门。怎么回事啊，老李？就咱俩进不去？进不去未必是什么坏事，你别忘了，刚才在过山车上，只有咱俩活下来了。这地方不一定是什么好地方。老李，你觉不觉得那个沧州欢乐场，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我若有所思念道：沧州欢乐场。整个游乐园的天色骤然暗下，所有游乐设施都被笼罩在黑暗之下。我看着王洪生，王洪生愣在旁边，眼看着微弱的光线被黑暗一点一点吞噬，归于黑暗。动了他指头动了一下，医生，医生。朦胧间，我听到一道惊喜的女声在我耳边喊着，我的眼睛勉强撑开一条缝，眼前场景模糊，有数不清的人影在浮动。很快，我的知觉在慢慢恢复。我感到有很多冰凉的管触碰在我的嘴唇，我被戴上氧气罩，呼出温热的气结成了薄雾，心脏检测器滴答响着。医生3两围了过来，对我进行了检查。我在重症病房醒来，身体慢慢恢复后，我得知我的室友王洪生在我旁边的病房。我们在游乐园里遇到了意外。慢慢的，我想起来很多事情，沧州欢乐场那场直播，还有新闻大肆报道的主播。我们本来是5、6个朋友出去玩的，因为隔壁邻市沧州欢乐场开业不久，宣传的人气很旺，以中国最恐怖过山车为噱头，声称赶全程挑战下来的人免费送甜筒，却依旧有很多小伙走下来都被吓哭。青年人本来就热衷于挑战，我们寝室6人结伴而去，有一个却因为临时生病留在了宾馆。第1轮我和王洪生没有座位，就留到了后1轮。
眼看着前面3个室友竟然真的吓得面如土色，我们的胜负欲更加强烈。巧合的就是，在第2轮开始之前，有位游乐场测评的主播加入了排队的队伍。他声称这些都微不足道，就算坐上去挥手都不会害怕，那些吓哭的都是做戏软蛋。这话一出，不仅引起了直播间的质疑，更是有刚下来眼泪还没擦干的人不服气。于是有人偷偷加入他的直播间，不断煽动观众，声称如果他敢坐上去挥手，就给他刷100个嘉年华。那主播也是财迷心窍，竟然真的设定了100个嘉年华任务的目标。也有人劝他要注意安全，他依旧信心满满。我和王洪生也好奇最后会怎么样，于是偷偷进去给他刷了2颗守护爱心。直播间人气涨得也快，竟然真的刷够了100个嘉年华。这时主播也控制不住事态发展，却依旧有好事者在挑衅。主播一咬牙，在固定好支架后留下一句：“等着截图吧，哈哈。”项目就开始了。我和王洪生坐在后排，车身出发后就因为高速的反转和极致弯道响满了尖叫声，而主播竟然真的在最高点时松开了手。结果当天的安全员也没有注意到，就在最后急速下坠时，硬生生将主播甩了出去，掉在轨道里被碾成肉泥，整辆车也因此翻了下来。我和王洪生由于位置靠后，被甩到了周围的草丛里，陷入昏迷中。王洪生被甩得远了一些，受的伤也比我重，所以那场所谓的直播就是映射当天的事情。无论是我和王洪生在寝室里给主播刷礼物，还是王洪生先我一步被拉进了恐怖直播，都是因为我们2个由于事故的原因身受重伤。那过山车上我们看到的那些人，应该也是我们当天同车的游客，看样子他们应该都死了。而我和王洪生最后在雾气中看到的那个白色建筑，应该就是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还好当时没有跟着他们走进去，还好当时大门没推开，不然无论是我还是王洪生走进那个白房子，估计就不会在医院里醒来了。后来逐渐痊愈后，我了解到在那起事故中，直播间里一直煽动主播身手的叫做罗伯，而他的照片也被放在微博上。尽管打了码，我依旧一眼就认了出来，那正是那场我们经历过的诡异的直播世界里的主播。这算是恶有恶报吗？他是他人生命如草芥，然后自己就在直播里无限的循环死亡，用他怂恿别人的方式一次次的从过山车上坠亡。同时在微博话题里，有个目击者带着话题讲述了一个故事，他当时在过山车附近被甩出来的游客吓到晕倒了，就在他昏迷的时间里做的一场梦。在梦里，他在观看直播时进入了一个游乐场，在游乐场里有个奇怪的主播，主播叫做萝卜，而在直播里他一遍又一遍地死在过山车里。这个故事被网友当作 PTSD 的后遗症安慰了几天，就被人们渐渐遗忘了。只是留言中出现了很多附和的声音，他们声称做了同样的梦，而这些人全部是当时过山车事故的目击者。于是有人猜测，是否是那个主播死得太冤，怨气无法散去，于是找到当初所有参加那件事的人们。只是微博官方很快注意到这件事情，很快因为违反社区健康发言规则，连带原贴被彻底删除。可我却深深记得发帖的女孩，她的 ID 叫做甜心。